今天这个故事跟1文钱有关。1文钱是多少呢？就是那时候最小最小的钱，小到掉到地上可能都没人想弯腰去捡。可就是这1文钱救了2个人。我讲给你听。这事儿出在清朝，离现在100多年了。有一类商人很特别，他们来自徽州，就是今天安徽南部一带。山多田少，种不出足够吃的粮食，所以那里的孩子很小就要离开家，10来岁跟着叔叔或者同乡，背着一个小包袱出门做生意去了。这些人被叫做徽商。徽商有个名声，能吃苦，脑子活，轻易不认输。我们故事里的2个主人公就是徽州人，咱们就叫他们老贾和老乙吧。那一年，老贾和老乙带着2家人凑起来的一大笔钱，走了很远的路，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苏州。那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到处是丝绸、刺绣、听昆曲的富老爷们，是一座让人觉得只要来了就能发财的城市。可是商场如战场，这2个人运气太差了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的生意不仅没做成，反而把带出来的钱全赔光了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。几天前，他们还是穿着体面，在茶楼里谈笑风生的小老板。几天后，他们连客栈都住不起，被赶到了大街上。白天，这2个大男人只能低着头在街上要饭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哆哆嗦嗦地躲进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靠着墙睡个觉。有一天晚上，天很冷，2人缩在干草堆里，谁也不说话。庙里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声和他们肚子饿的咕咕叫的声音。不敢想家，不敢想未来的日子，甚至连明天的早饭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老贾叹了一口长长的气，他把手伸进自己破烂的口袋，胡乱地摸索着。他摸到一个硬硬的冰凉的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是1文钱。中国的古钱币是圆形的，中间有一个方孔。这是一枚已经磨得边缘发亮，又旧又薄的1文钱，放在掌心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。
1文钱能干什么呢？买不了一碗面，买不了一个热包子，在苏州那种地方，连杯热茶都喝不上。老贾苦笑了一下，心想，去你的吧，扔了算了，反正也没用。他抬手就想把它扔出去，就在这时候，老乙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哎，别扔！老乙把那枚钱放在自己手心上，盯着看了好一会儿。忽然眼珠子亮了，说，我有办法了。老贾饿得头昏眼花，也懒得问。反正那天晚上，老乙是嘴角挂着笑睡着的。第二天一早，老乙一睁眼就攥着这1文钱，一阵风似的冲出去了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回来了，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些面粉。接着他找了一个破碗，把面粉放进去，兑点水，拿根破树枝一顿搅和，搅成了一碗黏糊糊的浆糊。然后他一拍老贾的肩膀，走，上街去。干嘛去？捡破烂。俩大男人跑到苏州的大街小巷溜达，没人要的破竹片，捡；烂草棍，捡；废纸，捡。到了菜市场，一地没人要的5颜6色的鸡毛鸭毛，哎呦，赶紧捡。回到破庙，已经晚上了。就着那么一点点漏进来的月光，俩人开始动手了。他们把竹片弯成小鸟的骨架，废纸糊上身体，再拿那碗1文钱换来的宝贝浆糊，把鸡毛鸭毛一根一根地粘上去。破庙里只有手指摩挲纸张的声音和浆糊轻轻涂抹的声音。一整晚谁也没合眼。等第二天早上，第一缕阳光照进破庙的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好家伙，他们面前摆了200-300只小鸟，麻雀、喜鹊、仙鹤，有的昂着头，有的张着翅膀，有的歪着脑袋，一个个羽毛鲜亮，栩栩如生，放在手里像是真的要飞起来。两个人找了一个破篮子，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小鸟装进去，走向了苏州城里最热闹的地方——玄妙观。玄妙观是苏州城里的一座道观，它同时也是整座城市里最有人气的集市。那里人来人往，有卖艺的，算命的，卖小吃的，卖糖人的，耍猴的，
拉二胡的、说书的，什么人都有。老贾和老乙找了个空地，把小鸟一只一只地摆在地上。那些竹片和鸡毛做的小东西，在阳光底下一只只亮晶晶的。路过的小孩一看，哇，哪还走得动道啊？因为成本很低，他们卖的也非常便宜。呼啦一下，小孩全围上来了。多少钱一只啊？哎，给我拿一只。我要那个红尾巴的。不到半天功夫，200-300只被抢了个精光。当天下午，2个人蹲在一条没人的小巷子里，把沉甸甸的铜钱倒在地上，开始数。1文、2文、3文，数到最后5000多文。接着他们用这5000多文买了更多材料，晚上做，白天卖。小玩意儿越做越精致，不光做鸟，还做灯笼，做风筝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雪球越滚越大，不到2年，几千文变成了几万文，几万文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。再后来，2人一合计，干回老本行吧。于是就用这笔钱，在苏州城里开了一家阔气的布店。开业那天阳光特别好，伙计们在门口噼里啪啦放着震天响的鞭炮。老贾和老乙2人亲手拉开红绸子，上面就仨字儿：1文钱。好了，咱们下个故事见，拜拜。